父亲是94岁那一年吸入性肺炎离世的。我在我父亲身上践行安宁理念，送他善终，成功了。我没有悲伤，而是有一种成就感。我是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志愿者。安宁是让患者在生命末期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过程，而是缓和你的症状，让你尽可能舒适有尊严地走。主任在病房经常说的一句话说，在这儿你说了算。还得听医生的，不是听医生的，没有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听他自己的感觉，他舒不舒服只有他才知道。因为这个放水不是为了治疗，是为了让他能舒服一些，理解吧？所以您是希望我们再放一点吗？不放点得劲。那就再放吧。行，那我们下午再给你放一些，好吧？好的。所以他就只要他能聊，像我刚才那样子，就问他，他还希望再做点什么的，让他舒服点。好吧，一切都由你们决定。由他决定，我再说一遍。我都不懂。现在不是我们决定，是他决定，好吧？所谓的安宁疗护呢，就是一个生命快要走到终末的时候，如何去照顾他们，才能支持这个患者和这个阶段的家庭最大限度的降低痛苦。我想问问您啊，等那些检查结果出来了之后，您是想跟您自个儿汇报呢，还是说是比如说告诉老伴儿，还是告谁？随便。随便就最难办。你说做手术这事儿，最后肯定那刀得落在您身上吧，所以这事儿肯定得跟您商量，不能说我都不知道，老伴儿决定了我就上去了，这可能不太行吧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跟他说也可以。行，也帮助了我吧。我们说要告知病情的目的，他有机会去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走过他生命的最后这一段，每一件事儿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过的。到最后，家属再反过来去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，有一个家属告诉我，他说叫了无遗憾。还在病房里举办过婚礼，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孩子所谓成家立业嘛。在我没有做安宁之前，我一直就是一个肿瘤血液科的一个医生，做了33年，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科室。病人最后没有活下来，就会觉得是一种医疗的失败，生命不息，抢救不止。到他临终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撒手啊，就那个时候会觉得非常受挫。12年的时候，当时是北京市的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组了一个团吧，去台湾去了解这个安宁疗护，就给我很大的冲击。原来死亡可以这么温暖，那个病人没有任何输液，亲友的陪伴下，非常平静安详的就这样走了。这些人回来之后，基本上在北京的各个医院和机构里边都成了安宁的种子。16年的时候，我母亲肺癌晚期住院的时候，就是特别痛苦、特别孤独的死在 ICU。ICU 一天只准许探视半小时，很多事情都没有谈，都没有交代，没有告别，我就特别后悔，特别有罪恶感。海淀医院成立安宁病房，这是17年我听说的，就是挺感慨，觉着我妈没赶上这个时候，我就应聘当志愿者。芳香呵护呢，它要经过一系列的培训，通过芳香精油对患者身体的抚触，然后让他感觉被真爱、被看到、被呵护，不适和不安会得到缓解。大部分患者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服务，最后进入放松的睡觉的一个状态。父亲是94岁那一年吸入性肺炎离世的，就在他的房间里，用我学会的东西，用安宁的理念和芳香呵护的技巧陪护他。秦主任说过，让我注意
痰音和死亡咔咔音的区别。我确认它不是痰音，而是死亡咔咔音出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要走了。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精油抚触，然后就开始跟他说一些让他放松、让他安心的话。他点点头，抻了几个懒腰，抻完了以后放松下来，然后嘴里边就像吃好东西那样的嚼啊嚼啊嚼，嚼完了以后，就这样点个头，然后这口气儿就没了。我说老爸，你不会就这么走了吧？也太惬意了，就是那种完全放松自在的那种状态下就走了。我们住进来已经有10天了，医护人员就是在这10天当中缓解了他很多的不舒的这个症状，甚至于他们还会关注到，比如说我父亲经常走动比较少，常胀气，那么去安排中医的针灸，就相对维持了他一个高质量的生活。除了医疗当中，还有就是病人的心理和家属的心理，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环。包括有一些志愿者体，比如说像卧床老人的洗头发、剪头发，其实非常有帮助。你不能改变结果，但是过程实际上我们是有能力来去做的，做到更好。我们现在应该是23个病人，用一个多学科团队的方式，医生、护士、社工、心理师，然后还有好几百个志愿者，是不是带着那颗心去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将近900例患者被我们照顾过。我知道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，所以我一定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来，好吗？接受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它，然后怎么样可以让它很平稳的去过渡。研究明白了死亡之后，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活着。